我刚从域外战场修炼了300年回来，却发现这个世界早就换了交通工具。同志，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和驾照。身份证、驾照又是何物？哎呀，入戏还挺深，非要我罚你是吧？本座名江玄，不知你所言何物？同本座，行，看我怎么治你。你抬头，我给你做个人脸识别碟。什么？大半夜见鬼了！这小子最后出现的户籍记录竟然在王朝时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那个江先生是吧？你的情况有点特殊，跟我回去做个笔录。上车吧。这铁匣子是何物？为何会发出如此轰鸣？上车是何意？我的天！快放本座下来！本座不要做这铁盒子了！啊！江先生，虽然你的事很扯淡，但我翻遍了历史档案，已经找到了你的家人。本座竟还有后代？你儿子叫江凡，儿媳叫柳如烟，不过都去世了。什么？本座天下第一剑修，终究还是绝后了吗？哎，你哭早了！你还有一个孙女叫江小鱼，是个在校大学生，但是似乎日子过得不是很好。人呢？赶紧把本座的宝贝孙女带过来。李警官，我爷爷呢？大叔，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他看着比我还小，怎么可能是我爷爷？你是本座的后人。帅哥，碰瓷新招数啊！现在不讹钱改上门认孙女了。我可告诉你，我没钱，穷学生一个。我就是你爷爷。帅也不能当饭吃吧？这个世界是不是哪里出了点问题？那个家里有点乱，你别介意啊。你先坐，你等一下。这是我家的户口本，我爸叫江凡。他父亲那一栏写着你的名字江玄，旁边盖着失踪的章。这是我爸留下的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我爸说你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去执行秘密任务，然后就再也没回来。奶奶一直等到去世都没能等到你，虽然很离谱，但好像是真的。我真的有一个这么年轻的爷爷。这些年我靠着助学结晶和自己打零工，也快大学毕业了，就是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一点。不过没事儿，船到桥头自然直，大不了我再去多找2份兼职。这就是羁绊吗？本座的后人竟受此委屈，钱财之事无需烦恼。好呀好呀，那以后我就靠爷养我啦。爷爷你可要努力工作哦，我可是很能吃的。养你自当如此。此物拿去换钱。这不就是乡下喂鸡用的土碗吗？这能换几个钱？爷爷，咱家可能真的要揭不开锅了。爷爷，这是咱们的传家宝吗？谈不上。谈不上？什么意思？闲来无事，随手捏的。若非看它烧制出来还算完整，未曾开裂，早就当尘土弃了。随手捏的传家宝，原来是传家垃圾啊！走，爷爷，我带你出去见识见识。繁帖浇筑，符文错漏百出，伪作。爷爷，小声点儿。海中贝类所产，色泽薄杂，凡品，情似而神不具，比例虚浮。我的亲爷爷，您是行走的差评师吗？我们是来卖东西的，不是来砸场子的。就这家了，店大，总不会欺客吧？又是只看不买的穷学生，这年轻人气场不一般，什么来路？两位想看点什么？小店藏品丰富，尽管看。老板您好，您能帮忙看看这个值钱吗？这2个人，一个是不谙世事的丫头，一个是对凡俗之物没概念的愣头青，简直是天赐的肥羊。哎，小姑娘，你这个碗呢是有点年头，但是啊，品相太一般了，就是个民窑的粗碗，连个底块都没有。这种东西它不怎么值钱。那大概能值多少？这样吧，我看你还是个学生，不容易，我今天就当发善心，给你这个数。300，够我缴清杂费了，还能吃好多顿好的。此物非木非石，乃琉璃烧制，染以杂色，上绘花鸟，俗不可耐。此玉质地酥松，乃以劣等石料经强酸腐蚀，再注入染料而成，配置于身，非但无益，久之反受其毒，于体有害。这小子是来砸场子的。这位小哥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砸了我的招牌，你赔得起吗？我的亲爷爷呀，
咱是来换点生活费的，不是来砸场子的。这下完了，彻底完了。老板，对不起，对不起，我爷爷他脑子有点糊涂，刚从医院出来就爱看鉴宝节目，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脑子糊涂，我看比谁都精明。小姑娘，别演了，你爷爷是来做什么的，我心里清楚。观你店内所藏，十有八九皆为赝品，以此等俗物欺瞒世人，聚敛钱财，非商贾之正途，你更非长久之道。滚！我这碗不收了，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爷爷，我们快走！哼，怎么还想动手不成？再不滚，我可就叫人了。你若真想做长久生意，便不该将那件开门甲的唐三彩奉为闺蜜。开门甲？爷爷他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是故宫来的专家？其一，釉色。唐三彩历经千年，光泽内敛温润，而你这件釉色鲜亮，贼光外露，是现代化学釉料所致。其二，器型。盛唐之马，雄浑矫健，气韵生动。你这件线条僵硬，比例实挑，毫无神韵。最重要的一点，其胎土。唐三彩胎土多为高岭土，质地松松，其胎土掺杂了高浓度石英粉末，是为增加成功率的现代工艺，与古法相去甚远。小子，你这是在断我财路！今天不给我钱留一个说法，谁也别想从这个门里走出去。老板，我们走，我们这就走，您别生气。我只是实话实说，并无恶意。实话实说，我看你等会儿还怎么说。双 Q， 今天这倒霉程度简直突破天际了。六子，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你的地盘上闹事儿？哎呦，王少，您可算来了！就是这对爷孙来我店里捣乱，说我卖假货。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兄弟六子跪下道歉，不然今天爷爷我让你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完了，这下真的要出事了。区区凡人，竟敢对本座的后人无礼，妖人！怎么怕了？晚了！你以为只有你会？爷爷他刚才说了什么？钱老板在吗？我约了来看一件东西。赵专家，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请进，快请进。赵雅静是博物馆那个最年轻的专家，她怎么来了？赵小姐大驾光临，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也好清场招待。正好有两个不开眼的来捣乱。那是什么？那造型，那色泽。这位先生，请问您手里的这件器物可以让我仔细看一下吗？这个小子，他抢了我的风头！小子，你聋了？没看到我在跟赵专家说话吗？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平地摔跤术，入门心法就是看谁不爽谁就倒。我真是个天才。道歉，不必行此大礼。你给我等着！先生，现在我能上手看看这件瑰宝了吗？瑰宝？我刚才说这是300块的粗碗。不对，这密度，这材质，不可能，自然界不存在这种物质构成。不可能！鬼斧神工，不，这是神迹。先生，恕我冒昧，这件足以改写历史的瑰宝，您是从何处得来的？随手捏的。他的意思是祖传的，祖上随手捏的。先生，我代表市博物馆，希望能永久征集这件伟大的艺术品，它的价值无法估量。但为了表示诚意，我远愿意出这个数作为补偿。5万？50万？我完了。500万，500万，学费、贷款都解决了，这不是梦。你看，我说了，300块他买不起。学费、贷款、爷爷的住处，这一切都有希望了。馆长，是我在古玩街聚宝阁，我发现了一件足以颠覆我们认知的瑰宝，您必须亲自过来，立刻，马上。好，我马上到。先生，按照规定，我们需要登记捐赠人的姓名和来历，不知山里来的。道歉。站着说。对不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是我狗眼看人低，求2位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次吧。能让他露出这样的笑容，
那小子邪门的很，我都没碰他就自己摔了。还有那个破碗，博物馆的人跟疯了似的，直接当国宝收了。那小子绝对不是一般人。一个能随手拿出稀世古董的年轻人，一个能让你在平地上摔倒的怪人，有意思。派人去查查这个叫江玄的到底是什么来头。记住，不要惊动他。这种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我们惹不起的龙。爷爷，你看这个叫电饭煲，把米和水放进去，按一下，它自己就能煮出香喷喷的米饭。此物内里阵纹简陋，只蕴含一丝微弱的雷电之力，竟能烹煮五谷，倒是奇巧。还有这个洗衣机，把脏衣服扔进去，它就能自己洗干净，还能甩干，比手洗方便100倍。凡人的智慧似乎总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再也不用受冻了，可以给爷爷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就这里了。调味混乱，火候适当，却比任何鲜果琼浆都更让我感到满足。爷爷，明天我要回学校一趟，阳台上我想种点花，你喜欢什么呀？对了，我们还要买个大电视，以后可以一起看。重回人间，本以为不过是换个地方继续孤寂的修行，可现在我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需要我守护的孙女。哟，这不是刚出的那款旗舰机吗？小雨，你可真舍得。之前那个太卡了，就换了个新的。也是，听说你最近没去做兼职了，我还以为你手头紧呢。看来是我想多了，你这哪是手头紧，是傍上大款了吧？你说什么？别装了，上周末有人在市中心商场看到你了。怎么，交男朋友了？还是找了个有钱的叔叔？那是我爷爷。你爷爷，一个看着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帅哥，是你爷爷。江小雨，你全家户口本上还有爷爷这号人吗？我怎么解释？说出真相，谁会信？就是他吧？听说被人养着呢，真看不出来啊！之前还以为他多老实呢。哥，这下他在学校是彻底待不下去了。追了你大半年，你不给我面子，那就别怪我了。喂，张老板吗？我是学生会的李哲，想跟您反映个事儿。你们店那个叫江小鱼的兼职手脚不太干净，你明天不用来了，这个月的工资也别想了。奖学金没了，兼职也没了，1天之内全没了。爷爷，我回来啦！啊，今天课多，有点累，我先回房间了。谁欺负你了？他们说我被人养着，说我不干净，我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兼职也被辞了。他们到处传我的照片，他们不信你是我爷爷，他们觉得我这样的人突然有了好日子过，就一定是用什么不光彩的办法换来的。爷爷，我没事，你去睡吧，明天我陪你去学校，在我这里没有算了2个字，凡让你落泪者皆为罪。爷爷，我们还是回去吧，我自己能解决。我倒要看看是何人敢欺我江玄的后人。完了，拦不住。我操，那个男的是谁？快拍，发白墙！他旁边那个好像是江小鱼，所有人都在看，我现在就是动物园里被围观的那只。不过这是我爷爷，长得是不错，但也就是个吃软饭的。哟，江小鱼同学，你来了。这位是学生会办公室，外人不能随便进。他是我家属，来旁听的。李学长，我今天来问奖学金的事。我的成绩和学分都达标，为什么评定资格被取消了？为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心里没数吗？奖学金不光看成绩，更看品德。一个私生活有问题的学生，你觉得他配拿这份荣誉？那些都是造谣，他是我爷爷。就他？你爷爷？那请问这位爷爷，您是做什么营生的呀？能让您孙女出手这么阔绰？聒噪！走，查！给我查清楚这个人什么来头！李哥，消消气儿。什么事？表弟，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未尽明事，龙章凤姿，天至自然。爷爷，后面坐，格局小了，求求了，低调一点。江小鱼旁边那个帅哥是谁？不是说是他爷爷吗？别管了，我直接宣布他是我老公。同学你好，我是文学社的，能加个微信吗？微信是何物？帅哥，你哪个系的？晚上有联谊，要不要一起？无妨。小哥哥，你觉得《山海经》里的异兽真的存在过吗？存在过，我还吃过。爷爷，你是真不懂，还是在装？都让让，让开！你就是江玄，不说话，怕了？江爷爷，这位是我们校跆拳道社的主将王腾学长。王学长听说您身手不凡，想跟您友好切磋一下，您不会不敢吧？正好，活动一下筋骨。来了，就是他！生徒比精修还能打，这颜值真实存在吗？他真要去跟王腾打，鸡蛋碰石头，可惜了这张脸。所有人都在看，我现在就是动物园里被围观的那只。不必理会。是啊，有爷爷在，怕什么？他牵他的手了，好酥！这阵仗是来看比武的，还是来看演唱会的？人挺多。爷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后悔什么？前排出售瓜子、花生、矿泉水，赌一包辣条3秒被 KO， 我老公天下无敌，老公加油！各位同学，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挑战主角江小鱼同学和他的家长闪亮登场。那好，别弄皱了。爷爷，你倒是摆个架势啊！不能再等了，气势上我已经输了，再拖下去，连出手的勇气都要没了，必须主动进攻。没有骨折，力量全没了。他不是小白脸，这个人深不可测。腾哥，别客气，给他点颜色看看。再来！出腿时妖马不同意，力量散了7人，连看都没看。这招破绽太大，中门全开，生死相搏。你已经死了3次，你学的这套东西更像一种表演。他说的全都对。一气欲尽，内家真刚，这不是普通武功，这是绝世的内家绝学呀！我操！结束了吗？我还要回家做饭。晚辈苏小刀见过前辈，前辈方才那一手功夫，晚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敢问前辈师承何派？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晚辈在江城经营一家古董店，专收些有来历的物件。日后前辈若有需要，随时联系。这个人绝不简单。您今天用的那个是什么？内力还是气功？都不是，只是对力的一种最基础的运用。从今天起，再没有人敢说那些话了。谁？不认识，2个穿黑西装的，看起来不太好惹。开门吧，是客人，江玄先生。我们是国家特殊事件处理部门的，有些事情想请您配合我们回去调查一下。你们的茶比我泡的好喝吗？根据专家分析，您指尖释放的瞬间能量，这完全超出了人类已知的任何格斗技巧范畴。我们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想学？江先生，请您正面回答，您的这种能力从何而来？这种被审问的氛围，不该出现在小鱼面前。你左边第3根肋骨5年前骨裂过，愈合了，但阴雨天还是会痛。你长期睡眠不足，肝火旺。上周日晚上3斤小龙虾，麻辣的，肠胃到现在还没好利索。这不是武力，这个人根本不在我们能理解的层面上。江先生，我们承认您的存在非常特殊，我们部门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由特殊热体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我明白了，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官差，专管奇人异事的。
名字不重要，你们的来意我也清楚，想摸我的底，你们可以回去了。告诉你们的上级，明天上午10点我自己去。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打扰我孙女的正常生活。今天学校发生的事，不许有第二次。我家小鱼不许受委屈。明白了，队长。他怎么知道我上周吃了小龙虾的？回去如实汇报。这个人不是我们能管的。小鱼，早，给你带了市中心那家最有名的早餐。小鱼同学，这是我整理的古代文学史重点，期末肯定用得上。小鱼，昨天是我嘴贱，有眼不识泰山，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这就是爷爷说的实力吗？小鱼同学啊，奖学金的事完全是工作失误。那个李哲滥用职权，已经被通报批评撤销一切学生会职务了。你的国家1等奖奖学金已经恢复，学校还额外给你颁发一份校长特别奖。谢谢主任。所有人都变了，可我知道，变的不是他们的心，只是爷爷的拳头够硬而已。欢迎来到衙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武夷山九龙控绝壁所所产，母树圆珠，300年了，此地居然还能运出这种品质的茶，有意思。这茶的来历是最高的，他一口就品出了产地，甚至连仪器都检测不到的那点特殊之处，他都能察觉。江先生眼力惊人，老朽佩服。想必先生已经猜到，请您来此的目的。你们想知道我是谁，从哪来，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向您求证一件事：300年前，崇祯17年，京城西郊天降异象，紫电横空，白日惊雷，持续整整1个时辰。雷暴过后，西山大营一支精锐卫所，连同附近村庄百姓，共371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支卫所的指挥使也姓江，单名一个玄字。300年过去，凡人居然还记录着当年的事，虽然记得不全对。300多年，从明末活到现在，这不是人，这是……晚辈陈伯无见过江前辈。坐下说，我不好这些虚礼。前辈，容晚辈简单介绍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天地间那种特殊的能量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极为稀薄，但总有人能感应到它，觉醒出异于常人的能力。我们称他们众为觉醒者，灵气未绝，只是稀薄之极。这些所谓觉醒者，不过是沾了点灵气边角的凡人罢了。我们的职责就是管理和引导这些觉醒者。苏小刀身边那位张道陵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能力很弱，大概只有最低等级，靠着半桶水的符箓知识到处行骗。半吊子。前辈，我代表国家向您提出合作请求，我们不会干涉您任何自由，并愿意动用一切资源为您提供便利，包括一个全新的合法身份。指望前辈能承诺不主动破坏社会秩序，并在需要时提供一些指导。我没兴趣指导谁，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打扰我孙女的生活。前辈放心，从今日起，江小鱼列我部最高安全等级，一切力量确保她不受任何骚扰。李家和王家，我们已经派人去沟通了，会让他们带着十足诚意来弥补。前辈请留步。这是为您定制的身份证明，全国联网，最高权限，可自由出入任何区域，调动地方力量。活了300多年，倒成了凡人朝廷的官。前辈，关于您回归一事，您是否希望通知一些故人？不必了，他们若还活着，自会来寻我。300年的故人。爷爷，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做过将军，嘎过人，也救过人。他是谁不重要，他是我爷爷，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那今晚这条鱼能做糖醋的吗？好。什么情况？我手机被黑了。于姐早上好，今天也是想给您提包的一天。女神，你还缺腿不寡剑吗？会喊666的那种。昨天还叫我那个贫困生，今天就女神了？他只用了1根手指。我回来后请家族医师看过，右臂关元曲池2处血脉确有气血淤积，和他说的分毫不差。而且我能感觉到他根本没用全力，他只是指点了我一下。欺人太甚，当众羞辱我王家子弟！家主，我建议立刻动用家族力量将此人。李哲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是你教的，你觉得我王家的脸面靠欺负人挣来的？二弟，你怎么看？
我练拳60年，开庄裂石不在话下，但这一拳终究是利。而那位江先生用的是义，他不是在羞辱你，他是在点化你。可惜你悟性太差。那我们该如何？能教出这等人物之辈，此人来历成谜，深不可测。备车，我要亲自去一趟。我倒要看看这位江先生有多深的底。若是值得结交之人，我王家愿以诚相待；若不是，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这次并购如果成功，我们将拿下整个东南亚市场。独自承受，我不止一线，会不会是我贪得无厌 ？Mr. Su，are you？ 会议暂停，通知所有高管，下午3点前交一份方案，主题是如何服务一位阔别已久的长辈，衣食住行、精神娱乐全部涵盖。方案不过关的，去非洲分部。什么是长辈？你不需要知道，执行。爷爷那个版是反的。这图比上古阵法还难懂。唉，一指头能震飞一个壮汉的人，被宜家输家打败了。这种普通的日常真好。小人苏小刀叩见主上，300年了，主上，小人终于又见到您了。这股气息很熟悉，300年前，你是那个喂马的小子。哇，主上，你还记得小人？爷爷，他谁啊？300年前在我身边喂马的孩子。一个喂马的，现在是亿万富翁。主上，小人这些年一直在您，这些产业、这些身家都是为您攒的，随时听候您的差遣。起来吧，跪了这么久，膝盖不疼。主上还关心小人的膝盖。大叔，你好歹也是个大老板，能不能别哭了？你来的正好，这东西会装吗？主上让装什么，小人就装什么。爷爷身边的人都这么离谱的吗？300年物是人非，但有些东西倒是没变。主上，这是前清皇帝的心爱之物，蕴含天地之气，最是养人。俗物。东海鲛人珠有静心灵神之效。凡品、仿品，匠气过重，一堆废铁。那个青花瓷拍卖会上至少8位数吧，就这么返品了？主上，这是从欧洲贵族后裔手中购得的中世纪炼金术士炼制的奇石。流汞与杂质的混合废料，炼制失败的半成品，剧毒，沾手即透皮入骨。300年，我拼了命攒下的一切，在主上眼里连垃圾都不如。苹果，1块5一个的苹果。主上，小人愚钝，还请这些东西里装着的是什么？稀世珍宝，是执念，是争夺。而这里面是阳光，是雨水，是土地的生机，还有我孙女的口水。前者是死物，后者是活的。愣着干什么？没听到主上的话吗？把这些垃圾全部扔出去，一件不留。去，把全世界最新鲜、最有机的蔬菜水果都给我运过来。主上喜欢苹果，把日本青森县带编号的停宝树全部包下来，立刻马上。小主子，这张卡您收好，有任何需要一个电话即可。你跟我爷爷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以前真是将军。小主子，您弄错了，主上从来都不是什么将军，他是神。什么味道？好香。我是卢卡斯，今天的早餐为您准备了法松露炒蛋，搭配顶级火腿。这一口早餐据说几百块，可我为什么一点都不开心？那才是生活，不是现在这种被盯着、被伺候着的表演。先生，午餐我计划准备。滚！主上，是小人愚钝，会错了意。这皇帝中气不足，演得不像。主上要的不是排场，是家，是最普通的人间烟火。让他进来。苏小刀，四海集团的苏小刀怎么会在这里？还摆出这副仆人的姿态。化尽宗师的气势全开。我60年的修为，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你想怎么领教？老朽练拳60载，自问已触碰到武学的顶峰。今日得见前辈，方知天外有天。老朽不求胜负，
只求前辈让我看一看顶峰之上的风景。你所说的顶峰是何风景？所有力量内收不散，这一拳连 A 级觉醒者应接都要重伤。不对，我的拳像是在撞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收不回来了。主上连出手都不需要，只是拨了一下方向。我毕生的修为，在他面前就是个笑话。他甚至懒得打。井底之蛙，只见拳头，不见天地，修起来很麻烦。你过来，把墙给我补上。补墙？让我当泥瓦匠？我横练60年，何曾受过这种对待？我那一拳打穿了墙，却碰不到他。我引以为傲的力量只会破坏一个连自己力道都掌控不住的人，算什么宗师？补墙不是羞辱，是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力量。谢前辈指点。爷爷，他手都磨红了。看着，不是爆发，是控制；不是摧毁，是重塑。王战，谢前辈再造之恩。还行。主上，是小人思虑不周，这等军所实在委亏了你。小人已在江城最清静的山顶备下一处别院，保证无人打扰。小主子，这是给您和主上准备的一点心意。您二位初回凡尘，诸多不便，这些东西先将就着用。铁盒子跑得太慢，不如走路。房子太大，打扫麻烦。我的亲爷爷，不要可以给我啊！小主子，听说您之前在学校受了些委屈，李家的那些年暗地里做的事，所有证据，今晚之前全部递交上去。一条都不要留。是。原来这根长的要插进那个短的里面。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主上，那个叫李哲的人和他背后的家族已经不会再烦扰小主子了。他们多年违规经营的证据全部经由正规渠道移交，如今该来的都来了。手段太慢，若是我来办，用不了1晚上。主上，如今世道有世道的规矩。按规矩来，虽然曲折了些，但动静小，不会给您和小主子招来多余的关注。还有那个王家，之前冒犯了您，小人也略施手段，让他们旗下的盛世集团受了点教训，不大，就是势至缩水了一些，算是提个醒。你这般折腾，动静太大，扰我清静。我与小鱼在此，求的是安稳度日，不是让你把整个江城搅得天翻地覆。若无要事，不要再来打扰。爷爷，苏爷爷他也是一番好意。你若真想为我分忧，便在暗中行事，别再弄出这种动静。是，小人明白，绝不再扰您和小主子的清静。从今往后，我是主上与这个世界之间那道最坚实屏障。主上刚收到消息，王家派出了供奉长老王承德，正乘私人飞机赶来江城，目标是您。王承德，他很厉害吗？他不是王腾那种年轻武者，也不是王战那种困于一隅的宗师。王承德是上一辈的人物，当年在血火里杀出，站在旧时代武道顶峰的几人之一，心狠手辣，老谋现算，信奉的只有力量。哦，主上，不可大意，此人是旧时代的活垮石，他走到了生命尽头，求的恐怕不只是武道，而是长生。主上的出现会把所有渴望这2个字的人全部引来。化尽宗师，比之筑基修士如何？在凡人中他已是巅峰，但在您面前与蝼蚁无异，只是这只蝼蚁有点麻烦。搬到苏爷爷说的那个4合院去，或者我们报警。当面和解。鸿门宴，爷爷不能去，这肯定是陷阱。主上，让小人来处理，我保证他连江城的机场都下不来。有意思，比那些隔着万里弯挖绕的博弈，这种直来直去的挑衅，倒更对口口。爷爷，他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云顶会所是王家在江城最大的产业，建在城郊云顶山上，只有一条盘山路进出。安州市种的韩行附近就在，易守难攻。他们选在那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这不是鸿门宴，是龙潭虎穴。小鱼，明天想不想去见识一下这个时代的宗师是什么样子？爷爷，那不是去参观，是去打架，很危险的。那个王承德肯定埋伏了好多人，说不定还有枪，咱们让帽子叔叔处理。无妨，有我在，无人能伤你分毫。主上，既然您执意要去，小刀有个请求，请允许小刀用自己的方式为您扫清前路上那些碍眼的尘埃。可，我倒要看看你的现代斗法有何妙处。
谢主上成全，启动净化预案，目标江城云顶会所。通知市卫生间监督督局的刘科长，云顶会所的后厨最近有很多有趣的发现，值得他亲自跑一趟。给消防员的张安主备打电话，请他们去云顶会做一次实地消防演习，查王氏集团近5年账目，尤其是云顶会所的相关流水，每一分钱的去向我都要看到。提起诉法务部准备材料，对王氏集团在江城的所有产业提起诉讼。公关部，王家三公子在海外的内政新透露给几家有影响力的媒体。董事长，今晚与沙特方面的视频会议需要推迟吗？照常进行。另外通知下去，会议提前半小时结束。请问原因？因为明晚8点，我要看一场很精彩的烟火。一场针对王家、针对云顶会所的全方位合法合规的降维打击就此拉开序幕。这位从旧时代走来的武道宗师，即将面对的不是光剑影，而是现代文明用规则和资本为他编织的牢笼。先生尝尝这佛跳墙，我这厨子的手艺在江城也算一绝。江先生，明人不说暗话，老朽半截身子入了土，此生唯一念想就是在武道上再进一步。老朽愿意王家一半家业，换取先生驻颜之术。我的秘密，你给不起。好一个给不起！江先生，老朽本想给彼此留几分体面，既然你敬酒不吃，那就吃罚酒。老爷，电话打不通，整座山的信号好像被屏蔽了。所有人不许动，双手抱头，蹲下。王占德先生，江城市税务局稽查大队接到10名举报，云顶会所涉嫌严重偷逃税款，现依法对你的财务室和服务器进行查封，请配合。谁举报的？举报人信息依法保密，请让开，不要妨碍执法。消防支队接到举报，整栋大楼消防系统存在重大隐患，所有人立刻疏散。市疾控中心接到食物中毒举报，他就这么走了，像撵了一只蚂蚁一样，连回头看一眼都不屑。站住！这位老先生，请您冷静，配合我们的工作。让开！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进行合法检查，您如果阻碍执法，后果自负。谁？到底是谁举报的？举报人信息依法保密。消防、税务、公安同一时间同时出动，这不是打，他从头到尾就没打算围剿动手。我这一身功夫，竟败给了一本条文。爷爷，咱就这么走了，那老头不会追出来吧？不会。爷爷，你看什么？走吧，回家，你明天还有课。他看向我了，主上看向我了，他认可了。主上，这便是小刀的现代斗法，不染血，不见刃，还请您品鉴。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直接什么？直接去砸了消防局，还是去把税务所拆了？他是在告诉我们，时代变了。听说了，王家那位在江城栽了，不是栽了，是被人按在地上，用规矩把脸面揭了个干净。怎么说？消防、税务、卫生、公安同一个时间点齐刷刷的上门，组合拳打得眼花缭乱。王承承得一辈子的本事，最后败了消防镇责任实施办法。有趣，这不是武力，这是能量，一种能把所有规则都玩转的恐怖的能量。他到底是谁？背后站着的又是谁？主上，云顶会所已被无限期查封，王家在江城的产业至少需要5年才能恢复元气。做得不错。另外，作为补偿，小人已通过合法商业手段收了王家受创产业的部分股份，全部转入了小主子名下。小主子，这算是王家的赔礼，您就当零花钱吧。这后面有几个零？1、2、3，我数不过来了。苏叔，这不是零花钱吧？对小主子来说，就是零花钱。这笔钱能买多少根烤肠？能每根都加2个煎蛋吗？不需要控火，不需要手炉，这东西倒也方便。所以李白这首诗的核心意象是？不对，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分明是喝醉了跟人打赌，哪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爷爷又在批改教授的课了。大爷，葱就是这个价，不能再便宜了。这葱叶子都黄了，你要这个价，说不过去吧？这里，还有这里。行，送你的，下次别来我这摊挑了。这样的日子真好。
爷爷，学校组织野外考察。什么考察？环境科学系的野外地质考察2天1夜。那片山林特别原始，很多地方都没开发过。老师说那边的地质结构特别有研究价值。爷爷，我可以去吗？去可以，但是爷爷跟你一起去。啊，爷爷你也去？可这是学校活动。老头子去山里走走，活动活动筋骨，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跟老师说一声。你看，这是我们考察要用的罗盘。迷雾岭那边磁场特殊，手机指南针会失灵，只能用这种最原始的。做工太粗糙，遇上强干扰就废了。爷爷你又来了，什么干扰？这可是专业设备。这次我就不跟去了，学校集体活动，我一老头子跟着，你也不自在。爷爷您在家好好研究做饭，千万别跟了。上次他当着我室友的面说那块石头是星辰碎片，我社死了整整1周。贴身带着，别离身。这是什么呀？挺凉的，手感不错。平安符。49天温养，9转归元阵，够护他周全了。迷雾岭到底会有什么呢？蛇灵诀，喜阴喜湿，只长在石灰岩缝里。找到了，那是什么花？我没在任何图鉴上见过，就看一眼，马上就回来。奇怪，脑袋有点发晕。都走到这儿了，这是什么地方？露娜，我刚才明明出不去了。江小鱼呢？谁看见江小鱼了？我好像看到他往小溪上游走了。江小鱼失踪了。